当牛做马的时候，我抱怨过吗？你们现在搞一个破评估，我就突然不符合标准了？请签署您的离职协议后整理私人物品，我们会承担您的回程费用。老子为公司拉来那么多客户，奖金没发过，工资没涨过，现在说辞退就要辞退我，凭什么呀？都自己人，肯定有误会。万恶的资本家，老子以后再也不打工了，就算是回家种田，也比在这儿舒服呀！检测到宿主意愿强烈，最强种田系统已绑定，良亩良田已发放。不是吧？真让我去种地啊？种地就种地，不用担心吃不上饭。再说了，系统发放的良田肯定会比一般的地好点儿，先去看看。哇，这2亩地还真不小啊！要是能赶上拆迁，能拿不少钱呢。检测到宿主已达目的地，发放农工工具，请选择想要播种的作物。没想到这系统这么方便。现在是夏季，应该首选应季水果。就决定是你了。已经成功种植西瓜，总共33株，需要生长时间13小时，果实成熟时间2小时。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对了，我的农耕行为应该也会影响作物生长吧？先试试。宿主辛勤浇水，作物生长速度加快1小时。宿主清除杂草，作物产量增加。我去，这也太爽了吧！岂不是明天就能收获了？哈哈。西瓜不是绿的吗？怎么我种出来的是金黄色？东林银行金瓜重量3500克，天哪！我竟然种出了金瓜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金子1颗1000块，那我这一个西瓜岂不是350万？这块地种出来的西瓜，价值超过1个亿呀！系统出品，果然是精品！这下我发财了！这么多金瓜终究不是钱，我还是得想法子变现。哎，金瓜上不是标着东林银行吗？正好走一趟。喂，我要一辆3轮车。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都是些西瓜。西瓜，给我来一个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这西瓜不卖的。什么？你不卖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西瓜我今天非得要吃，你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啊！先生，我这西瓜真不卖，而且你也买不起。什么？我买不起？你啊？干什么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警察同志，我就是想买这西瓜，他不卖给我就算了，还动手打人，快把他抓起来！警察同志，我不是卖西瓜的，是他非要强买。你胡说！你过去看一下就知道。警察同志，我是喝了点小酒，想强买几个西瓜，我又不是没给他钱，你凭什么抓我？你承认就好。你现在涉嫌抢劫他人财物，而且数额特别巨大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抢劫财物，我给他那么多钱，还买不了一个西瓜。我都说了，这瓜你买不起。走。叶先生，因为你携带货物金额巨大，为了保证安全，我们将护送你到达目的地。谢谢警察同志。警官，我看你们的警车有些旧了，不如我给你们警局捐些车吧。叶先生客气了，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不客气不客气，还有警察为我开路，我这3轮车也太有面儿了。
行长，你快来门口一趟。哦，好的。哎，叶先生，你好，我姓刘，您来我们银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有些东西要出手。这是我们银行的金瓜，不知你们银行收不收这些东西啊？收，当然收。叶先生，里面请。请。叶先生，按现在的金价1000元一克，您一共是24万5千克金子，一共是2.45亿元。这是本行的贵宾金卡，所有钱都已经打到里面了。天啊，一夜就赚了2个多亿，我真的发财了！系统给的真是一块宝地。再看看别的作物能种出来什么东西。生姜、黄瓜、辣椒种子已发放至背包，请注意查收。丁，生姜成长时间需要36个小时，成熟需要12个小时；辣椒、黄瓜生长需要18个小时，成熟需要12个小时。由于宿主努力工作，作物成熟速度增加1.5倍。唉，累死我了，是不是得考虑买个房子了？住在出租屋里也不是个办法，离这2亩地又挺远，赶过来不方便。哎呀，今天又会长出什么东西呢？想想都有点兴奋啊！我去，这黄瓜种子竟然长出了手机！这一部手机市面上都得卖到6000多吧？哇塞！辣椒上长的居然全是钞票，系统也太强大了吧！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啊！哎，兴许哪一天地里长出来房产证也不一定。可这根和藤蔓要怎么处理呢？总不能放着不管吧？丁，检测到作物已收获，是否需要回收无用部分？回收，回收！这系统也太全面了吧！丁，成功种植土豆总共43株，需要生长时间共18小时，需要成熟时间共36小时。叶先生，您在这儿做什么？叶先生卡里有2个多亿，是本行的贵宾，一定不能怠慢。哦，给我这2亩地浇水施肥呢。天哪，这里可是市中心，叶先生竟然有2块地，至少价值数十亿，不愧是能收藏金瓜的大客户。叶先生，这里竟然是您的产业，要不我请人给您打理一下？哎，不用，我自己就能打理。这可是我的宝贝，不能让别人插手。万一系统不给东西了，我都没地方哭。这有钱人的爱好就是不一样啊！叶哥，真的是你啊！你们怎么来了？老板说要给大家发福利，带着大家伙去商场购物。好事儿啊，挺好的。我们也以为是好事儿，谁知道去商场购物还要花自己的钱，连打车的费用也不给报销。叶哥，真羡慕你啊！离职了不用再受这窝囊气。那确实。谁让你们跑这么快的？都不知道等一下。这不是公司销冠吗？不是回家种地了吗？看你这身行头，是在老家待不下去，回来搞绿化了。我干什么跟你有毛线关系？你们看好了啊，谁要再顶撞我，下场就跟叶凡一样。还有你们记着，是公司养着你们，不是你们养着公司。我觉得种地挺好的，我就喜欢。活该你一辈子种地没一点出息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敢笑话叶先生？我想笑话谁就笑话，关你屁事！叶先生是我们银行的重要贵宾，岂是你任意羞辱的？叶凡长本事了，还找个托来配合，挺敬业啊，没少花钱吧？叶先生，他是谁？我的前公司老板，天行贸易的张总。我记得天行贸易刚刚向东陵银行申请了300万的贷款，审批马上就下了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东陵银行的行长。你怎么可能是行长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哼！行长有什么吩咐？我记得天行贸易在咱们银行申请了贷款，而且还是300万。是的，
你已经签过字了，马上就可以放贷款。这笔贷款有问题，立马给我终止。是。喂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向我们银行申请的借贷服务未能通过审核。完了，行长，我错了，行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求的不应该是我，应该是叶先生。叶凡，我错了，都是我不好，原谅我吧。你这就跟我回去，我安排你做公司的副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个臭种地的，帮不了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哎，怎么没有结果啊？系统明明提示作物已经成熟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生姜是生长在地下的。这是玉石。这是玛瑙，这是翡翠，这是白玉。这么多宝石，又是一大笔财产。近日，我市将举行一场玉石拍卖会。哇，你会不会开车？你开车不长眼吗？我正常行驶，是你突然变道。你他妈给我等着！我现在就报警！500万的车你都敢撞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我去，这车直接干报废了呀！这不是那最新款跑车吗？我记得要好几百万呢。这开3轮的，不得赔得他倾家荡产啊！哎，警察同志，车辆追尾了，我这辆车500万，还有我这医药费都得赔给我。安静！叶先生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2位警察同志，车上有行车记录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你涉嫌危险驾驶，故意别车，妨碍别人正常行驶，你要负全责。不是，你们都没长眼睛吗？怎么可能是我全责呀？你们肯定收钱了。你驾驶证呢？出示一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身份证号多少？这个车到底是谁的？租的。无证驾驶，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。抓紧时间筹钱吧。警察叔叔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可赔不起这500万呢。大哥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就帮帮我，您认个责让保险公司赔，求求你了，帮帮我吧。你无证驾驶还乱开车，万一撞到人怎么办？犯了错就要付出代价。是我有错在先，可也不能完全是我的错吧？如果你及时看到我，及时刹住车，那也不会突发这么大的事故。我靠，你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我赔钱是吧？好，那这个责任我认了，但是我的损失是不是也要赔偿一下？这是自然，我看你这3轮车也就掉了漆，我直接让公司把你车漆全部重新喷一下，你看看怎么样？你把我3轮车拆了，我也不心疼。我要你赔的是我车上的东西。一个3轮车能值几个钱？这家伙怕不是脑子有问题。只要你认责，其他事情都好说。一个3轮车能拉什么好东西？不过也就拉些沙子、石头。既然都签完字了，那我的损失是不是也要看一下了？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耀眼？如果没看错的话，应该都是玉石吧？这要是真的，那得多少钱啊？这些玉石看起来不像是真的，应该都是地摊货吧？我靠，还真有人用渣土车拉玉石，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你好，我们是玉石协会的，我是会长武山白。你好，您这样的玉石全都是精品中的精品，每一块都价值超1000万的。哇，这也太值钱了吧！1块玉石就上1000万，那我这一车还不得？这也太爽了吧！赚麻了，赚麻了呀！怎么可能？你这么有钱，怎么可能开一台垃圾车呀？你就是故意碰瓷的，对不对？这辆车有问题，是走私车。你这车是什么来历啊？完了，全完了呀！叶先生，不知你是否有兴趣前往玉石展览一趟？可以啊，正好我要往那边去呢。都给我站远点，别靠近！管住你们自己的手，不要想着在警察眼皮子底下办事儿。叶先生，有什么打算吗？我看叶先生也想将这些玉石出手，不如就交由我们来进行拍卖，你看如何？如此也好，总好过跟无头苍蝇一样乱飞。好，那你在前面带路吧，我跟在你们后面。行，请。叶先生，这一块是和氏玉，没有一丝杂质，手感细腻，这可是无价之宝啊，没有1个亿是拿不下来的。拍卖玉石所有的收入都在这张卡里了，一共是20亿，先生还请收好。
多少？20亿！20亿，那我这辈子都不用努力了，我就是躺在家里睡大觉，银行的利息也够别人几年的工资。吴会长，辛苦了。不管我种植任何作物，都会结出意想不到的果实。成熟时间越长，所结出的作物价值越高。作物成熟时间无法确定，像是开盲盒。土豆还需要2天成熟，不如再种些其他作物。丁，丝瓜作物已成熟，请宿主及时查看。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难道系统滑铁卢了？合同，汽车合同，也就几十万而已。什么情况？这些车的成交价居然超过了10个亿！哎，你来我店里干什么？我来提车。就你开一个破山地车来我店里？我们店里的车多少钱你知道吗？我们店里车最少也要几十万，看你一脸穷酸样，劝你啊，最好自觉走出去，别逼我找人撵你走。好，那我走行了吧？以后再敢让这种家伙进来，都辞职给我回家去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咱们店还没有落魄到需要这种穷鬼买单。本来要在你店里提30辆车的，是你们要把我赶走违约的，那就等着赔钱吧。我要是继续骑我这破3轮，他们还会不会继续瞧不起我呀？这样也好，让他们多赔点儿。先生您好，您是想来看车吗？我不是来看车的，我是来提车的。提车？先生您贵姓？我姓叶。叶先生，请问之前您购车时您的销售是哪位？忘记了，这里有合同，你来看一下合同。这至少有个上百份合同了。你找一下你们店的，别拿那些合同，那应该是布加迪的，旁边的是劳斯莱斯的。小刘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抱着这么多合同？快把经理叫过来，还有老板，赶紧去通知。哦，谢谢。叶先生你好，我是这家店的经理，我先看一下合同吧。好。 200万的顶配，60万顶配，怪不得这么一大笔订单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原来是老板接手。我能提车了吗？叶先生，您稍等一下，我马上联系老板。好。老板，有人来提车，拿了一堆合同，都是签署您的名字，把咱们店里的车全包了，已经过1000万了。什么叶先生？你在这儿呢？ 喂，我是叶凡。之前我答应过给你们警局捐车，现在我正在汽贸城，你们有空来一趟吧。我想起来了，你给我好好把叶先生招待好啊。好的，好的。你们店里是不是有个姓叶的来提车？你怎么知道这么快？他在我们这里包下了全部的车，我没猜错的话，在你那儿走后就会来我们这儿。叶先生，我是宾利这边的负责人，车我已经带过来了，还请叶先生过来看一下。叶先生，我们劳斯莱斯车店不仅把车带来了，还特意加码了油。好了。 大家请都安静一下，大家都是来送车的，合同就在这儿，现在就可以开始交接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警察，警察，二位来的正是时候，正好和孙经理去验一下车吧。怎么是这家伙？这可怎么办？要是让老板知道了，我把他赶出去，还侮辱了一番，我还能待下去吗？还有希望，叶凡又没有见过老板，说不定就不记得这事儿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的车我不要了，打扰了啊。 叶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您订的车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现在跟我说不要了？没错，我不要了。别家公司的车你就直接成交，到了我们的品牌，看都不看一眼，直接拒绝。怎么？难道我还要看你的面子？你，叶先生，你确定是不要我们公司的车了？我确定。好，那我就感谢叶先生。您既然不要了。 那么这2000万的定金可就退不回了，是您违约在先，可怨不得我们啊！叶先生，你还真是出手阔绰啊，还真是不要脸呐！哎，是叶先生不要的，这可白白浪费了2000万。是谁告诉你？我先违约的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反悔？那大伙在这看着啊！你现在要是反悔，那可就是自取其辱。忘了告诉你，我来汽贸城去的第一家店就是你们店。
但是被你们的店员给赶出来了。按照合同，是你们应该10倍赔偿。不知这笔款项什么时候能打到我的账户上？还有这样的事？这么说，是张月他们先违约了。10倍赔偿，那岂不是直接升1了？这裤衩子不都赔光了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明明是你违约在先，怎么可能是我们呢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快把实情告诉我，要不然我的手段你是知道的。老板，他当时骑个破3轮车，他肯定是故意装穷的，就是想让咱们违约。先生，你可能是到了我们店，但是谁又能证明你是我们店里的人不让你提车呢？也许你仅仅是进来坐了一会儿就走了，那我们岂不是很冤枉吗？叶先生，我们可以帮你调取监控，谢谢。不需要。不需要，给2位先生100万，只要你们当作没看到。这家伙怕是疯了吧？光天化日之下行贿警察，这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。看这家伙真是狗急跳墙。不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跟2位认识一下，交个朋友。就凭你刚才说的这句话，我现在就能把你抓起来。叶先生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，只要你不追究责任，我们做什么都可以。我希望你能尽快把这笔钱凑齐，不然就等着法院的通知吧。我去，怎么回事？系统中毒了？这一次作物怎么看着跟普通小麦没什么区别？这不就是普通小麦吗？叮！恭喜宿主成功得到长白山正骨粉。长白山正骨粉，不愧是系统的产物啊！我就说怎么会让我失望。不过，这东西有什么功效？叮！长白山正骨粉百年老字号，内饮外用，祛病强身。听起来像是能强身健骨啊！喂，我要一台收割机，现在就要，快！收拾收完了，小麦放哪里合适呢？别墅也没建好。恭喜宿主成功解锁临时仓库功能，可同时储存3种物品。哇，这系统也太方便了吧！知道我没有地方放，还给我开了个空间。这长白山正骨粉居然能强身健体，那我得试它一试。哎，味道还不错，草莓味的，说不定还能做成一个爆款饮品啊！真是从未有过如此舒爽的感觉，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，一点疲惫感都没有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看来这产量高的作物并不等同于其他蔬菜水果，要不再试一下其他的高产作物？叮！恭喜宿主成功种植玉米，成熟时间60小时。想到这时间还挺久，看来得试试这化肥能不能加速生长了。累了，哎呀，终于浇了一遍水，撒了一遍化肥了。叮！宿主成功对作物浇水，成长时间缩短2小时。宿主成功对作物施肥，成长时间缩短3小时。Yes， 太好了，跟我想的没错，这化肥果然有用。小杨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还拿个锄头？叶先生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行长派我来的，他说怕你一个人太辛苦，所以派我来帮帮你。哦，那你们刘行长他人呢？我们行长他住院了，好像是不小心把脚给崴了。这样啊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。啊，好。那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刘行长带过去，让他一定要喝掉，这东西可是千金不换的。这不是牛奶吗？怎么可能千金难求呢？好。怎么样？有帮到叶先生吗？对了，行长，这个是叶先生交给我的，他说务必让你喝下去。快拿来让我尝尝。嘿，你这家伙不是嘱咐过你不要把我的事情告诉叶先生吗？哎，算了，没想到叶先生居然这么惦记我，真是太感动了。哎，有点甜，嘿，对呀，不疼了，行长，你没事吧？小杨，快去把医生叫过来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。
走。医生，我这没事了吧？这完全好了。真没想到，正常应该3个月才有好转，而且可能会留下病根。真没想到完全康复了。康复了，痊愈了。喂，李总，你母亲有救了。喂，你好，刘行长，我是蓝盾集团李光宇。岂不是那国际知名公司的董事长李光宇？刘行长，我就开门见山了，可否将你如何治好脚伤的方法告诉于我？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情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这事儿，刘行长，实在是家母生命危在旦夕。家母自从楼梯上摔下以后，筋骨断裂，昏迷不醒。只要能救活我的母亲，一切条件我都能答应。哎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这件事儿我也没办法做主啊。太好了，真的有东西能治好，我母亲还有希望。刘行长，你可否帮我引荐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白白做事的。没问题，我要先去联系一下那位。叶先生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干嘛呀？叶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是有意的。现在这个点儿，银行都在上班呢，你来我这儿干嘛呀？您昨天给我那瓶牛奶啊，太神奇了！我喝了之后呢，痊愈了，这个全好了。医生还说我落下病根了，我现在一点毛病没有，全好了，这不来感谢您吗？行，好了就行。行，好了就行。叶先生，其实我来还有别的事儿。您手里那瓶牛奶还有剩余吗？啊？您不要误会，因为那个蓝盾集团的李光宇，他母亲筋骨断裂，已经危在旦夕了，所以才拜托我过来求情，来求药来着。叶先生，这位李光宇先生为人非常不错，我可以用人格担保，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。昨天给我打电话，非常诚恳，在我这里啊，一点也做不了假。那他是怎么知道我这还有药的？这不是死马当活马医吗？毕竟要是我的母亲住进 ICU， 有一点希望，我也不会放弃。叶先生，您那里如果还有药的话，就请帮一下忙，这也只是我的个人意见罢了。行，那你等一下。好嘞。叶先生，您这个跟他要多少钱呢？我给李总打电话。不对，还是您亲自和李总谈。算了吧，你先赶紧把药送过去，老人家的病情可耽误不得，救人要紧。叶先生，难道你就不想要一点好处吗？救人要紧。好嘞，叶先生，我一定安全送达。喂，李总，你现在把你母亲的位置发给我。好嘞，我走了，叶先生。妈，你一定得坚持住啊！救命的药马上就过来了，妈。医生呢？医生呢？人都去哪儿了呀？李总，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，说是和您约好了。应该是刘行长，快把他给请过来。好的。快把这个给老太太喝下去。李先生，你啊，该跪的不是我，你快起来，快！你该感谢的是叶先生，要不是叶先生督促我来赶紧救人，我也不会来得这么及时，老太太有可能也就……刘行长，叶先生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叶先生他……小雨啊，妈，我在呢，妈。妈没事儿，感觉身上都有力气了。没事就好，你安心休息，我让大夫再帮你检查一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妈检查一下。这不科学，这简直太神奇了！
老太太，您现在非常的健康，全身的筋骨完全都愈合了，这简直就是奇迹啊！小雨啊，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你可得好好感谢人家。哎，老太太，您太客气了。还有那个叶先生，他可是咱们家的恩人，像他这么善良的人还真是少见呢。救咱的命，连要求都不提，人家要是需要你帮忙，你一定得好好感谢人家。咱们老李家从来没有忘恩负义之人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人家的。妈，你好好休息。李总，老太太喝的到底是什么呀？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母亲的悉心照顾，我会给你100万的劳务费。啊，刘行长，您知道叶先生住哪儿吗？我想去拜访他一下。叶先生住哪儿我倒是不知道，但是叶先生现在在哪儿我是知道的。那就劳烦刘行长带路。走，走。李总，这位叶先生十分年轻，而且还很随和，是我目前见过最年轻有为的人了。哎，这位是不是就是叶先生？李总果然慧眼识珠啊，这位就是叶先生。哎呀，叶先生！哎呦我操！大兄弟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还没过年呢，我这可没有压岁钱给你啊！这年头讨钱都这么拼命的吗？不过看他着装也不像啊，挺像个老板的。太感谢你了，叶先生。原来这位就是蓝盾集团董事长李光宇啊。叶先生，如果这药水再晚到10分钟的话，我很可能这辈子就见不到我母亲了。别！下跪了，下跪了！这不蓝盾集团李光宇吗？他竟然在给人下跪！你们听说了吗？李光宇的母亲危在旦夕，幸得一人赐药，才得以保全性命。想必这就是李光宇母亲的救命恩人了。这李光宇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，想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了。你别这样，你先起来，起来再说话。来，李总，起来。叶先生，我母亲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如果不是叶先生，我母亲离我而去，我这辈子可能都活不下去了呀，叶先生。李总，刘行长，这怎么磕晕过去了？这是怎么了？李总，您之前昏迷了。李总，你母亲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非常健康，现在正在睡觉。市中心的那2块地皮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李总，您是想盘下来这块地吗？赶紧把市中心的附近的楼盘全给我买下来，越多越好，不计成本，然后把它拆了，改为耕地。啊！叶先生的耕地面积还是太少，再怎么说也得翻上1倍啊！叶先生，好的，李总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咱们董事长不愧是大孝子，身居高层却能做到如此地步，真不愧是我们的董事长。叶先生既然是李总的恩人，就是咱蓝盾集团的恩人，我现在就派最信得过的人去办。哎呀，叶先生，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跟您一起劳作真痛快，明天我还来。哎呀，不用，这又没什么要紧的事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哎，好嘞。明天就要收获了，你可不能来了。系统，玉米还有多久成熟？距离玉米成熟还剩3小时，请宿主耐心等待。叶先生，叶先生，李先生，您家老太太怎么样了？多亏了您救命的药啊，我母亲现在已经能下地了。医生亲口告诉我说，我母亲的身体都赶上年轻小伙子了。没想到这长白山正骨粉效果竟然如此强悍，那我天天喝岂不是？叶先生，我今天是来送您个好东西，还请您过目。哎呀，太客气了。
检测到宿主拥有土地增加，新增面积2亩，正在与之前土地融合。我操！刘行长说您喜欢耕地，我这也没什么好送的，于是就土地融合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新的公众土地。看来叶先生对我的礼物还算满意，真不枉费我准备了一晚上啊！满意，太满意了！你这个礼物我简直太喜欢了，倒是让你费心了。这次收获也太大了，不回礼也不合适。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你等我一下啊！来，你把这几瓶给老太太带回去，让她再喝点。这，叶先生，这也太珍贵了！您平时这么忙，还能记得家母，我们老李家永远感谢您的恩情啊！你又来，快起来！行了，虽然这个东西啊真的很珍贵，但是在我眼里还没有到那种程度，反倒是我要好好谢谢你，你送我的2亩地。没什么事的话，你就先回去照顾老太太去吧。记着这瓶水你也喝一瓶，好好补你的膝盖。那就不劳烦叶先生了，再见。快去吧。蔬菜、农作物，这次就种点苹果树吧。不知道像果树这种可以多次收获的，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多次收获？宿主成功种植苹果树10棵，成长时间70小时，果实成熟80小时。宿主成功种植棉花450株，成长时间65小时，成熟时间70小时。叶先生，把镰刀放下。叶先生，这些粗活怎么能让你亲手干呢？不就是除草吗？这些活啊，之前我干过，要不是因为叶先生啊，我这辈子再也不会体验这种活了。你等会儿，我给你个好东西。喏。这是谁呀？好了，别激动啊，这个东西我有的是，以后你常来，拿给你。叶先生，我可不是为了你这些粉末来的，我是因为尊重你才来的。行了，恭喜宿主完成除草任务，作物产量增加1/10。成功灌溉作物，成长速度提升2小时。叶先生，我看您这里还有些化肥，我帮你施肥吧。哦，那个太重了，还是我们一起来吧。没事，我自己就能来。瞧我这张嘴呀！这200斤的东西我都能扛起来，一定是叶先生那个药神药起到效果了。嘿，我回家给儿子也整一包，嘿，实现他运动员的梦想。恭喜宿主成功施肥，作物成长速度提升3小时。叶先生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刘行长也在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叶先生今天不是乔迁大喜吗？我过来道喜来了。哦，我带了点小礼物，还请您笑纳。不应该啊！李光宇这么大的人物就送一张加油卡。叶先生，这张卡您一定要收下，这是我们为您建造的专属加油站使用的，而且这是唯一一张卡。您可以终身在里面加油保养，这加油站只供您一个人使用。叶先生，我也给您准备了礼物，这是我们银行的总行至尊金卡，然后呢，里面有10亿的额度，无息使用，还有附带了全国的高级商场的 VIP。你们俩不用这样，我就是搬个家而已，不至于这样吧？至于，搬家是大事儿，叶先生您就收下吧。你们两个，这不是折我的寿吗？行，我收下。系统居然能让土地融合在一起，
那是不是说我把周边的房子都变成耕地，系统也能转化呢？叶先生，您给的药太神奇了，我儿子在学校长跑比赛拿了第1名。你来的正好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如果要把后面的这栋楼给买下来，你说要花多少钱？您不是有别墅了吗？您不会把这楼买下来拆了种地吧？聪明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叶先生真是豪放，谁会想到把楼买下来是为了拆了种地啊？这一栋楼的话，少说也得50亿，毕竟是市中心。再说这边楼炒得厉害，加上各方面的打点吧，最低得50亿。50亿，加上金冠卖了近10亿，还有拳头大的玉石卖了20亿，才30亿，还差20亿，这上哪儿弄去？对了，宝石，大宝石啊！我差点把这个忘了，我可以把它卖了呀！巧了，叶先生，我昨天跟我太太去过，有一个宝石城特别繁华。你要去，我带你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去拿宝石。好，走。叶先生，这就是宝石城了。行，那我们进去吧。好。我操，这翡翠帝王绿这么大！我操，品相这么好！我操，个头那么大！这成色也太棒了，我一定要买一块。还是第一次见呢。谁是这块玉石的主人？是我。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先生，我是保安队程队长。因为你这块玉石价值实在太大，我身为宝石城的安保队长，有责任保障您的安全，所以我们会护着您一路前行，尽量减少您的麻烦。好，那就有劳程队长了。对了，先生，您这次带这块玉石来是想要干什么？打算卖掉。你们这儿最大的玉石店在哪里？要说这宝石城最权威的商铺，还得是6个珠珠宝，我这就带您过去。什么情况？外面吵什么吵？赵老板，这位贵客想在你们这儿寄卖一个宝贝。切，卖宝贝就卖宝贝呗，这个随意呀，登记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我有我规矩啊，那个低于100万的，不要在我这儿卖。赵老板，还请您亲自看一下吧，毕竟这东西不多见啊。切，我什么没见过啊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1个小时？我操！我的个乖乖！哎呀！这是哪位爷的？我的。哎呀，先生，你选择我们这里绝对是太英明了。在咱们市里，我们家当第2，谁敢说他是第1？你确定要卖的话，我现在喊鉴宝师过来。稍等一下。好。喂，对，快，好。快，给我瞅瞅，好好看看。老板，这块玉石实属极其罕见的极品帝王绿，况且如此之大，价值的话我不能也不敢确定，因为我从没接触过如此罕见的宝贝。这怎么回事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可能要让您失望了。这个物件呢，太珍贵，我们这儿收不了啊。叶先生您好，我是玉石协会副会长慕容云海，在网上看到消息就立马赶来。叶先生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您竟然藏着这样的宝贝。不过据我们了解，还从未出现过品相极好、有如此之大的极品帝王绿，一时之间价格难以估量。不过先生既然卖宝贝，想必手上急需用钱，要不先生再拿出其他玉石，看看能否有可能估价并交易呢？叶先生，此人所言不错，目前来看，这块玉石确实无法交易，不如他所言，咱们换一块看看。哇！这块莫非是那极其罕见且只能天然形成的血玉？是血玉，但跟极品帝王绿相比，虽然逊色一筹，不过也是1等1的宝贝，价格也是不菲。这位先生，这块血玉其质地也是十分温润，并且未看出任何杂质，
其血色浑然天成，娇艳欲滴。老朽有生之年能见到这件至宝，实属有幸。你这老头自顾自的说什么呢？赶紧说值多少钱吧。此宝您可放心出手，其价值能达到10亿元。哦，10亿啊！10亿啊！哎呀，叶先生，此物我愿出10亿购买。实不相瞒，在下家族世代从事玉石生意，家父在世时有幸目睹过一回极品血玉，奈何当时家道中落，实在无力购买。直到父亲临走前，还对此事念念不忘，买了此石。老父亲他在天之灵也得以安息了。好，念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，这块玉石就交易于你吧，也算是为我自己积一份德。实在太感谢叶先生了，以后但凡是用得着在下的，你大可直接与我说。慕容先生，您太客气了，此石于我而言只是块石头，先生不必在意。小海啊，能否将卖你玉石的人引荐给老夫啊？你放心，老夫不会亏待你的。王老，您太客气了，您应该是想从叶先生手中购买玉石吧？我让赵石陪您一起去。啊，好，那你就让赵石来吧。哎，没问题。唉，还差10个亿呀，什么时候才能凑齐这50亿呀？50亿都不一定够。要是这块大绿宝石能卖出去就好了。叶先生，又见面了。是你啊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不是我，是玉石鉴定协会会长王老找您。叶先生你好，没有记错的话，你手上还有一块巨大的极品帝王绿吧？能否带老朽前去看看？我靠，这老家伙不会要买我的帝王绿吧？我正愁卖不出去呢。没问题，这边请。叶先生，不知你还有多少块极品宝石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老朽就全包了。请。只要价格合适，您老要是全要的话，我可以给您打8折。啊，叶先生，老朽也是有些着急了，咱们先看看宝石再说啊。啊，您请看。哇，叶先生，您的这些宝石在市场上都是无价的，因为从没出现过，老朽我也无力全部带走。只是这一块帝王绿，老朽实在是喜欢，不知先生愿多少出手啊？定多少？我也不清楚这行业啊，还差10亿就50亿了，保险一点吧。那就40亿啊，50亿。叶先生如果还是不满意的话，老朽再加。够了，50亿就够了。我靠，赚麻了！一块破石头卖了50亿。不知王老还有什么满意的玉石没有？您都可以带走。就这一块，叶先生，请把你的银行卡号给我，我让人马上把钱打给你。好嘞，那我这就打包给您送过去。哎，叶先生，您真是深藏不露啊！没想到您家里面还有如此让人瞠目结舌的玉石。那就不打扰叶先生。小石，我们回去吧。王老，您慢走。告辞。Yes， 终于有钱买楼了。丁，苹果果实已经成熟，请宿主及时查看。哎，这是。丁，棉花作物已成熟，请宿主及时查看。哈哈，这种的地多了还是有好处啊，直接双丰收啊！这是，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丁，上古九宝丸由9种天地至宝制作而成，具有起死回生的功效。我靠，真的假的呀？起死回生？就这玩意儿？
叶先生，救命啊！我儿子出事了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！你现在在哪儿？把位置发给我。怎么样了？我儿子没抢救过来。闪开！叶先生，我儿子还有救吗？爸，这是哪里？我怎么了？儿子，我的宝贝儿子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叶先生，太感谢您了，叶先生，实在是太感谢您了，太感谢您了。你要再这么跪着，以后可就见不着我了。那怎么能呢？我可舍不得您呐，您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。好了，快去把我送给你的长白山正骨粉给你儿子用了。哎，好嘞，我这就去。哎呦，苹果树的收成看起来挺不错嘛，要不再试试其他的水果？来点葡萄，再来个草莓，再种点哈密瓜吧。也不知道刘行长最近干嘛呢，突然还有点怪想他的。哎，叶先生，叶先生，您这干活你怎么不叫我呢？别把自己累着，我来帮你干。你这儿子刚好，你不好好在家陪老婆孩子，来我这干嘛呀？别提了，自从上次吃了你给的药丸，还有那药粉，我儿子现在活蹦乱跳的，一点不用担心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停一下，正好你来了，我问你点事儿。之前不跟你提过吗？这周围的楼盘什么价格呀？跟我这4亩地相连的楼盘有没有卖的？哎，我还以为上次您跟我开玩笑呢，原来是真的。哎，行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您问问。上次跟您说那个地，哦，成。叶先生啊，跟您4亩地相连的楼盘主人说了，100亿他也不卖，但是其他的地都可以，就是离您那块地有点远啊。哦，行，知道了。那没事，我先赶回去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儿暂时没什么活要干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今天还有点事儿。行，叶先生，你看我这忙的把时间都忘了。那没事，我先回去了。行，去吧。哎。哎呦，对不住了，刘行长，我种种子的时候可不能让你看见啊。丁，成功种植葡萄50颗，成长时间50小时，成熟周期10小时；成功种植草莓1024颗，成长时间40小时，成熟周期11小时；成功种植哈密瓜100颗，成长时间60小时，成熟周期12小时。丁，草莓作物已成熟，请宿主及时查看。丁，去黑丸拥有去黑变白的功效。去黑变白？什么东西啊？确实晒黑了不少，吃一颗试试。我去，真的变白了，那这市场需求量一定很大。丁，哈密瓜作物已经成熟，请宿主及时查看。丁，特效减肥水。减肥药水？现在人均肥胖率这么高，需求肯定也不少。好东西。哎，要不我直接开公司吧？这产品绝对不会有竞争对手，毕竟不是谁都有系统的。至于价格嘛，去黑丸就卖8万一颗，减肥水需要提纯出来，价格再说吧。丁，由于宿主种植方法错误，葡萄无法成熟，是否选择回收废弃作物？我靠，
我把葡萄给种死了，怎么可能啊？我除草施肥都没忘了它呀！哎呀，忘了搭架子了。葡萄需要被架起来才能长，我怎么这么蠢啊？不过这个东西倒是能赚不少钱，嘿嘿，赚钱真是太容易了。叶先生，哎，正好你来了，我那儿还有一些药粉和药丸，你拿给你儿子再吃一点。叶先生，您太客气了，我儿子现在活蹦乱跳的，我这不在家没啥事儿嘛，想着过来给你帮忙。嘿，我是农村出生的，啥活都能干。种地倒是不太需要，不过有个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办。只要你不嫌弃，什么事儿我都能干。那什么，我最近想开个公司啊，不过我想当个甩手掌柜，公司就交给你来经营吧。叶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公司打理得蒸蒸日上。这个就是咱们公司的产品。哎，这是化肥吧？跟别的化肥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可没说它是化肥啊，我只是拿这个袋子装点东西罢了。你难道没看出来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？没什么变化呀，跟往常一样帅气逼人，不过似乎……我操，你怎么排了这么多呀？这就是咱们其中一个产品的功效，去黑。不过还有另外一款产品对我有点不合适，作为一个减肥产品，这就需要刘行长大意舍身了。嘿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啤酒肚都没了，感觉脸都瘦了。你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定价多少呢？从这个效果来看，用口服液的小瓶子给它包装，到时候一瓶卖20万，如果多买还能打折。看来我还是太善良了，这心比我都黑。行，那就交给你去办吧。哎，咱第一步应该先租一栋楼，招聘点员工，剩下的……哎呀，租什么楼啊？直接买下来就行。装修呢，也要按最高标准，一定要有排面，上档次。那咱们先找个办公楼，其他事情先放后面。行，走走。二位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吗？咱们店是市里最大的劳瑞士专卖店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我们不买表，我们找你们老板，想把你们店买下来。好，我这就去叫我们老板。就是您想买我的店？你好，你就是店老板吧？对，我是，您叫我小李就好。不知道先生您这是？不用多说了，我要买下你的店，30亿，卖吗？卖，当然卖，店里的所有东西和员工都留给您，先生。行，那咱们就把合同签了，到时候我就把钱打给你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打印，这边请。好了，好了，好好干啊！你好，这位女士，麻烦你在店外贴一张贴纸，写上店内所有物品8折促销，尽快把东西卖出去，好吗？真的吗，叶先生？这么卖咱们是会亏本的，这可是劳瑞士啊！没关系啊，不把东西卖出去的话，我的东西怎么卖？你放心好了，我是不会辞退你们的。以后在场的所有员工工资都上涨20%。真的吗？太感谢了！我姓常，您叫我小常就行。好的。对了，叶先生，我们以后卖什么产品啊？我好叫大家做准备。美白产品和减肥产品。好的，知道了。等你把东西清理干净之后，再给我打电话。好的。震惊！龙城劳瑞士专卖店所有。我去，这个名牌手表怎么变得这么……不是要倒闭了吧？要不然动动你的脑子行不行？这可是全球闻名的名表，怎么可能会倒闭啊？施队长，什么东西最好你就用什么，钱的话你不用担心，一定要让门店装饰的高端大气有档次，明白吗？好的，叶先生。这里之前不是卖手表的吗？什么时候改成美容了？还用问吗？肯定赔钱了呗！你忘了前段时间打折促销的事儿了？走吧，走吧。尝尝吧。哇，竟然真的变白了！
你信不信？刚刚那对情侣一定会买咱们的产品。你们家这2种药怎么卖的？我们家这2款产品单价都是30万，如果您一起购买的话，可以给您优惠5万元，总共55万是吧？刷卡。哎，别买！哎呀，太贵了，太贵了！我就买，拿来吧你！哎呀，你别管。怎么样？刚刚那个女孩的小男友看了我们的店员好几眼，作为女朋友，他肯定吃醋了。哦，哎，怪不得叶先生让咱们店员服用产品呢，原来是让别人直接看见效果。叶先生真是高明。哎，我要买，我要这个，好的，这个，我先来的，这是您的，我来一个，我先来的，你让我先，我的啊，一个一个来，我也有的，您的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本店的产品已经卖完了，请各位明天再来。哎，怎么不多备点货？长这样就卖没了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哇塞，这效果也太神奇了！这个减肥水也太好用了吧！2种我都买了，真的好神奇啊，效果太显著了。哎呀，快点啊！这么长的队，什么时候能到我们呀？该不会今天又买不到吧？哎，叶先生，店门外好多人等着呢。不急，等一会儿，你让人在门口贴个告示，写货物紧缺，3日后到货。记住，每个产品每天限购100份，顺便派些人把新出的产品运过去。叶先生，您太厉害了！现在每天天不亮，门外就已经排满了人了，而且每天不到2个小时就卖完了，整整100份，5000多万的营业额，最多1个月我们就能回本了。放心吧，以后只会挣得更多。嘿，好嘞。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我这里可没有嫌疑人什么的。叶先生，我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说话？好，请。啊，2位这么大阵仗找我，所谓何事啊？叶先生，今天晚上有一场国际大型拍卖会，会有很多外国人来参加，我们希望您能拿出一件珍贵的拍品来参加。想来叶先生也清楚，我们国家曾被国外掳走不少珍贵文物，而这些本属于我们的宝物呢，还要在拍卖会上花重金购置，实属无奈呀。而我们却拿不出能够让别国惊艳的宝物，所以还请叶先生一定要帮忙啊。二位不必多说，身为祖国的一份子，为祖国的利益发光发热是应该的，我一定倾尽所有，竭尽所能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距离拍卖会开始还有4个小时，就请叶先生好好甄选一下宝物。我们呢，给您留下2名警察来保障您的安全。好，多谢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叶先生，好久不见，您放心，我们会誓死保卫您的安全。好久不见，那我的安全就交于2位了。嘿，这不是古探国的大领导吗？今天又准备拿出什么不堪入目的东西啊？哈哈，怎么办？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这群强盗每次拍卖会都会拿出咱们流落在外的国宝，而我们又不能拿出我们的文物去拍卖，只能拿出一些……这些年这群强盗总是嘲笑咱们。放心吧，这次定让他们见识下我们的底蕴。叶先生，不知今晚您带了什么宝贝过来？这莫不是那历史上存在的血色钻石？错不了，没想到叶先生手里竟有如此宝物，还如此之大，这简直让人难以相信啊！叶先生，根据拍卖会规定，我需要带这件宝贝做个鉴定，开具相应证书。叶先生，您和我一起去吗？我有点累了，你先去吧，我想先歇会儿。那我带宝物前去鉴定。你们2个保护好叶先生的安全。是。
卖会正式开始。今天的第一件拍品是女图，定价100万。这不是我们的文物吗？这些人还真是嚣张，用我们的文物赚我们的钱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件拍品，定价3个亿。3亿1000万。3亿1000万一次。白先生想用这么低的价格拍走，是不是有点太想当然了？3亿5000万。3亿500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这么贵重的物品，应该要对得起它的价值啊，白先生。4亿1000万。4亿8000万。4亿8000万。4亿8000万一次，4亿8000万2次，4亿8000万3次，成交。Good 。可恶，欺人太甚。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件拍品，一块旷世奇宝。有生之年竟能见到如此宝物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真的是血钻啊！确实是稀世珍品，一小块就已经价值连城，更不用说跟苹果一般大的了。此物鉴定为真，起拍价200亿。200亿啊！200亿，没见过世面的东西，我加1个亿。1个亿也好意思加？我加5个亿。还有其他要加价的先生吗？这等宝物怎么可能让给你们？我加15个亿。我加20个亿，45个亿，我再加15个亿，50亿，我加60个亿。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以570亿拍得此件竞品。叶先生，恭喜你啊！这次拍卖会非常成功，我们会尽快把拍卖金额以及承诺的10个点全部打到你的卡上。恭喜你啊！喂，刘行长，辛苦你来一趟吧。叶先生，坐。叶先生，之前那栋楼已经沟通过了，他说没有100亿不卖。哎呀，那你再问问他，100亿不行，那就加价嘛，总会有心动的时候。哎，你好，咱这边楼盘，叶先生，他说没有200亿，没得商量，要不咱看一看别的楼？这也太黑心了吧他！没事儿，就200亿，告诉他我买了。哎，好。喂，你好，200亿我们买了，咱们咖啡厅签合同。好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走啊？我们还要把楼盘重整一遍呢。是，不好意思啊，叶先生，最近啊，我家出了点事儿，搬楼的事儿啊，过2天再说。那叶先生，这好像不对劲儿啊，他怎么像逃跑一样溜走了呢？不会是老赖吧？我现在给他打电话。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叶先生，我对不起你。这里是公司要地，普通人禁止入内。普通人？普通人怎么了？你当个保安还装上了是吧？当个大厦的保安，你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是吧？哎，我们来这儿是来找你们老板谈生意的，你们这么拦着我们，就不怕摊上事儿吗？就你们还找我们老板谈生意？你们还是老老实实捡破烂去吧！你居然敢让叶先生去捡破烂，赶快让你们老板下来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！5分钟时间，马上给我下来，要不然后果自负！
领导，您大驾光临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公司虽然不大，但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儿。你做了什么心里没一点数吗？听说你最近卖了个东西，挣了200个亿，好像卖的是个什么东西来着？哦，对了，是一栋楼，但是你好像没打算从楼里搬出去啊。领导，叶先生，咱有话好好说，咱们要不去办公室聊？这在外面也不方便。我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走？这栋楼我还要拆掉呢，你不走的话，我拆不掉啊。马上搬。可我手底下毕竟有那么多员工，要是搬也不可能全部搬走，毕竟员工也要讨生活。你说是吧？好，那你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。要不1个月？半个月。3天，我就给你3天时间。这栋楼我只要地皮。拆楼房的话，你自己负责。叶先生，这3天肯定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手底下那么多员工，再加上还有这么多设备要转移，到时候业务很容易出问题的。业务一出问题，资金链马上断裂。我这……叶先生，我求求你了，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保证帮你把楼拆得干干净净的。您就再给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叶先生。本来你可以好好拿着这200亿的，可你偏偏要做老无赖，还赖在我的头上。要是别人不知道怎么被你欺负呢？你说我凭什么放过你？还有这拆楼的钱也得你负责。叶先生，这地可不能空着，想想重点上。系统调出种子面板。收到。向日葵、冬瓜、青椒，行，就你们了。恭喜宿主成功种植青椒365颗，成长时间50小时，成熟周期10小时。恭喜宿主成功种植向日葵125颗，成长时间60小时，成长周期15小时。恭喜宿主成功种植冬瓜125颗，成长时间54小时，成长周期11小时。叶先生，我已经完全从那栋楼搬走了，这是土地产权证，您收好。拆迁还需要一点时间，您再等等。那你尽快吧，那块土地我还要用。好。请知道新增土地面积，开始融合。没什么事的话，你就先走吧，我还有事要忙。好嘞。青椒作物已成熟，请宿主及时查看。我去，百达翡丽呀！嘿，这我挺喜欢。作物冬瓜已成熟，请宿主及时查看。八方拳、金钟罩、铁布衫、太极拳，嘿，这些好像都是武学秘籍啊。虽然卖不了钱，但是能强身健体，我试试。哎呀，肚子有点饿了，回去吃饭吧。救命啊！这么快就能检验修炼成果了，正好试试威力。奶奶的，别叫了，赶紧把之前的东西交出来！喂，
你们两个干嘛呢？再不住手，我不客气了。哪儿来的不长眼的小子？大哥，我去收拾他。小子，我劝你最好绕道走，不然小爷我可不是吃素的。哎呦，我的腰！大哥，这小子是个练家子，您上去可得小心点儿。奶奶的，真是给你脸了！想英雄救美，我看你是想要命丧我手。你，哎呀！喂，是110吗？喂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来这干什么？臭小子，就是你把我兄弟虎子送进去的吧？今天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你是说昨天那俩废物？老大，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废了他再说。给我上！他奶奶的，好狡猾的小子！今天必须得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哎呦！走走走！水利花园3单元4楼，这不是购房合同吗？啊！这把一整栋楼都给买下来了吧？哎呀，叶先生啊，好久不见，有什么需要我帮您的吗？哎呦，我这闲着没事儿，买了一些房子，回头下午你去帮我跟人家交付一下吧。嗯。我去，这水利花园现在炒得可火了，现在最少得5万一平，而且呢还都是100平以上的房子。哎呀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没注意。哦，对了，回头你跟我那些员工都说一下，买咱们这里的房子，通通给他8折，给他们发福利。房子空着也没用，干脆能卖就卖吧。叶先生，就算您打8折，别说是他们了，就算我也买不起。不过叶先生您的好意，我会传达给他们。哎，我现在就把这个房子给交付了。行，那正好我闲着也没事儿，跟你一起去吧。我去，百达翡丽，这可是刚刚推出的全球私人定制款啊！走。我去，这人穿这么破，也是来交付房子的？看着跟要饭的一样。这是你来的地方吗？应该是清洁工吧，不然他才来不起这个地方呢。我去，百达翡丽，也不知道从哪儿淘来的水货。是啊，我这才是百达翡丽啊！不信你瞧瞧，这表可以啊！我可是买了3套房，全款拿下。你一个小小的清洁工，凑什么热闹？就是。您好，先生，您带的这块表才是真的。您今天来是想来交付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您好，先生，我姓文，您叫我小文就好。辨别名表是我们作为销售的一项基本技能，所以我十分清楚，您这块手表绝对是真的。至于别人的，就不太清楚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我的是假的呗？看他穿的什么样，能跟我比啊？先生，您的销售合同带来了吗？你好，我姓叶，合同我都带了，放在车里边。不过一个人不好拿，不如帮我拿一下吧。好，小文。我去，这不会是把一栋楼都给买了吧？叶先生，这些销售合同我们需要拿回去验证一下，您在这儿稍等片刻。没问题。哎。叶先生，您的合同我们已经确认完毕了，完全没有问题，请您里边请。哇，这什么情况？叶先生，您在这儿稍等一下，我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。可以。哎。
什么事啊？老板，咱们水利花园今天来了个大客户，足足买了有100多套房子，恐怕是把咱们整栋楼都买下来了。您有印象吗？来的人是不是姓叶？哎，是的。你一定把叶先生给我招待好了，等我亲自过去，否则你给我卷铺盖走人。哎，好嘞。叶先生，您在这稍等一下，我们老板马上就过来。您的业务，我们老板他要亲自办理。想必这位就是叶老板吧？久仰大名啊！您是？您忘了叶老板？之前我们通过电话，我姓蔡，您叫我老蔡就行。我可从不记得跟姓蔡的通过电话，应该是系统搞的鬼。不知道叶老板，您感觉我们水利花园怎么样？还不错，不然我也不会带这么多购房合同过来。那个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先把房子交付一下？对，先交付。哎呀，叶老板，你可是购买了整整1栋楼的房，要知道我们总共也就建了3栋。叶老板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办啊。哎呀，办好了，这些都是房产证。好，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叶先生，等一下，我稍微找你有点事儿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这样，有一个制药厂说要买咱们那个美容店的那个制作方法与专利。你告诉他们不卖。是，我也是像您这样说的，拒绝了他们。可是他们非要见您，说见不到您就要找咱们美容店的麻烦。哎呦，这位就是叶先生吧？久仰。哎呀，能在这么个地方建这么豪华的别墅，看来叶先生不是一般人呐。我不是让你在车上等我消息吗？你怎么下来了？刘行长怎么说话呢？腿长在我身上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是不是叶先生？你想去哪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刘行长，我们走吧。叶先生，你别不识抬举，我今天找你来是谈生意，你最好别把事情搞得太僵，否则对你不好。你最好给我赶紧滚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敢来威胁我？个子不高，脾气倒还挺大。你说什么？你敢侮辱我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要再不滚，我就报警了。虽然不能让你牢底坐穿，但怎么着也能让你坐几天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等着。叶先生，既然咱们关系已经闹掰了，我怕他日后会找咱们事儿。没事儿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嘛。有什么问题解决就好了。他要是敢闹得再凶一点，我们就让他坐几年牢呗。好，行。这3亩地就专门用来种植美容产品作物吧。恭喜成功种植草莓1400棵，成功种植哈密瓜。那边种点什么呢？种点香瓜和马蹄吧。成功种植香瓜，成长时间65小时，成熟时间8小时。成功种植马蹄，成长时间63小时，成熟时间7小时。叶先生，咱们的产品最近卖火爆了，库存都没了。那个还有好多人呢，跟我要那产品配方，我都给拒绝了。怎么了，刘行长？叶先生，我儿子被绑架了，他说让我带着配方过去，要不然永远见不到我儿子了。你先别着急啊，你现在把电话打回去，先稳住他再说。行。您拨打的用户是空号。叶先生，空号，这怎么办呢？报警吧，要不？你冷静一点，现在距离9点也就1个小时了，报警的话，我怕他会撕票。走，去救你儿子。好，走，儿子。儿子，小乐，出来吧！我知道你们在这儿。老大，钞票来了，而且
他们真的没有报警，后边没有条子跟着。一会儿听我口令。好。两位，勇气可嘉呀！没想到你们俩真敢来呀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牛崽子！也就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还能做出这种肮脏的事。哼！死到临头还敢嚣张，你也不看看今天什么处境。如果你愿意跪下来求我，兴许我还能放过你。牛崽子，我儿子在哪？你让我看看我儿子行吗？别着急呀，刘行长，你儿子活得好好的，只要你把配方给我，我就放了你儿子。赶紧把人带出来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，否则我就毁了这配方。你敢？嗯，好，算你狠。把人给我带出来。儿子，爸爸是你吗？是我儿子。我好害怕，我想妈妈了，我想回家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儿子！闭嘴！只要你把配方给我，我就放了你儿子。儿子，儿子，成事儿到手了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谁也别想走，动手！儿子，快跑！叶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先别说这种话，你护住他，我来抵挡他们。上！叶先生小心！爸爸！叶先生，看来我们今天是逃不出去了。下辈子当牛做马，我也要报答你。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受死，还挣扎什么呀？你们不死，我心难安呐！你们两个没吃饭吗？还想不想要钱了？给我弄死他们！老大，警察来了，咱们快撤吧！把武器放下，不然等着吃巷子吧！全体注意，犯人手持武器，随时准备开枪。想活命的话，双手抱头，原地蹲下。走。刘行长，刘行长！爸爸，你怎么了？吃下去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听话，你爸只是睡着了，不哭了，好吗？叶先生小心！你终于醒了。爸爸，你没事吧？叶叔叔把坏人都打跑了，现在我们安全了。我舍不得你们，我回来了。叶先生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你又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。好了好了，别说这么见外的话了，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儿子受伤呢？再说了，你不也替我挡了刀子？肯定是叶先生不知道拥有了什么宝贝，要不然我也不可能醒过来。放心好了，牛崽子已经被抓捕归案了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那家伙就该蹲大牢了。你呢，就好好的养伤吧。好嘞，我会尽快好起来的。这个你现在每天喝一点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嘞。走了。再见。叶先生，坐。哎，叶先生，我来帮您干活来了。哎呀，这么快就康复了呢？这不多亏了叶先生给的灵丹妙药吗？行了行了，正好咱们的产品也出来了，你带去店里吧。哎，好。快了快了，不知道这一批会长出什么东西。走吧，走。